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身家性命的话题。在每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爆发之前，人类总是会被打得措手不及。可是，如果你事后去翻看监控录像，或者采访当地的幸存者，你总会听到一个令人背脊发凉的共同点，那就是当地的动物们早就已经连夜逃之夭夭了。这仿佛是地球母亲给了所有物种一张逃生船票，唯独把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给残忍地抛弃了。时间回到2023年2月6日凌晨4点，土耳其南部的加济安泰普省，整个城市还在沉睡，天空中飘着冰冷的雪花，街道上一片死寂。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却正在发生着极度诡异的一幕。成群结队的流浪狗突然像发了疯一样聚集在街头，它们仰起头对着漆黑的夜空狂吠，那种叫声不是平时争夺地盘的吼叫，而是一种带着极度恐惧的哀嚎。与此同时，本该在夜晚拥有夜盲症的鸟群却像是一大片黑色的乌云，在没有任何光线的天空中疯狂盘旋，它们宁愿撞死在建筑物上，也不愿意停留在树枝上。农场里的牛羊在用头疯狂地撞击木栏，家里的宠物猫死死咬住主人的裤腿，拼命往外拽。几个小时之后，一场高达7.8级的毁灭性大地震爆发了，无数的大楼瞬间化为废墟，人类在睡梦中被掩埋，而那些在凌晨发疯的动物们，却有很多因为提前逃离了封闭的建筑，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土耳其。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爆发前几天，斯里兰卡野生动物园里的大象突然集体挣脱了粗大的铁链，疯狂地向高海拔的山上狂奔。1975年中国海城大地震前1个月，正处于冬眠期的大批蛇类突然成群结队地爬出地洞，哪怕在冰天雪地里被活活冻死，它们也绝不肯回到地下。我们从小接受的科普教育告诉我们，动物是因为听到了次声波，所以才能提前逃跑。但是事情越看越不对劲。我们来做一道简单的物理题。所谓次声波，就是岩层断裂时发出的低频声波，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每秒340米，在地壳里的传播速度大约是每秒几公里。如果地震发生了，岩层断裂了，次声波和地震波几乎是前后脚到达地面。就算动物听到了次声波，它们最多也只能比人类提前几秒钟或者1分钟做出反应，这还能勉强用听觉敏锐来解释。但是你回头看看海城的蛇，提前了1个月爬出地洞，土耳其的狗提前了几个小时狂吠，那个时候地下的岩层根本就还没有断裂。既然没有断裂，哪里来的声音呢？这就像是炸弹还没有爆炸，你却告诉我你已经听到了爆炸的回声，你说怪不怪？这个次声波预警的理论其实包含着一个巨大的 bug。 如果不是声音，那动物们到底是靠什么拥有了这种仿佛穿越时间的预知能力呢？那我们接下来就仔细分析一下。既然声音无法超越时间，那一定有一种比机械运动更快的东西，在岩层断裂之前就已经释放出来了。这就要提到美国 NASA 的一位顶级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弗里德曼·弗罗因德。弗罗因德教授觉得次声波理论简直是胡扯，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电磁学。他在实验室里造了一台巨大的液压机，把一块巨大的花岗岩放进去，模拟地壳深处板块挤压时那种几百万吨级别的恐怖压力。结果他发现了一个颠覆地质学常识的现象：当岩石承受极限压力但还没有发生断裂碎裂的时候，岩石内部的化学键会被硬生生的挤压变形，氧原子会被迫失去一个电子，这些失去电子的氧原子变成了一种带正电的电荷，在物理学上被称为正空穴。这些正空穴就像是高压电缆里的电流一样，以每秒200米的超高速度从地底深处迅速向着地表涌动。当1万吨的岩石同时受到挤压时，无数的正空穴就会涌出地面，与空气中的分子发生剧烈的碰撞，瞬间把地表附近的空气全部电离。也就是说，在地震真正爆发前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震区的地表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电浆场，充满了强烈的电磁辐射和正离子。当这些带着正电荷的空气离子被动物吸入肺部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生物学家给出了答案：正离子会导致动物血液中的血清素浓度疯狂飙升。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当它在体内过量时，会引发剧烈的偏头痛、恶心、心跳加速，以及极度的恐慌和焦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战斗或逃跑反应。所以动物们根本不是什么神机妙算的预言家，它们是被地球释放出的强大电磁场给折磨得痛不欲生。水里的鱼感觉到水体通了微电流，而且正空穴把水变成了双氧水，烧灼着它们的鱼鳃，所以泥鳅和鱼会疯狂地跃出水面。冬眠的蛇感觉到洞穴里充满了窒息的正离子电荷，所以宁愿冻死也要逃离地表。流浪狗感觉到了脑袋里仿佛有1000万根针在扎，所以它们才对着天空发出恐惧的哀嚎。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根本不是声音，而是庞大到令人窒息的神秘电磁波。但是讲到这里，这当中一定有大众不知道的原因。既然地球在地震前会释放这么强烈的电磁异常，甚至会影响生物的神经系统，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却毫无察觉呢？难道我们的血清素就不会飙升吗？其实在地震前夕，很多人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失眠、心悸或者偏头痛，但是我们往往会觉得这只是工作压力大或者没休息好，吃片止痛药就糊弄过去了。当我们把视野从地底拉向整个宇宙，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底层逻辑：人类之所以失去了对地球灾难的感知能力，是因为我们亲手把自己关进了一个巨大的屏蔽箱里。你看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全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这些密密麻麻的钢筋网在物理学上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法拉第笼，它把地球释放出来的自然电磁信号给屏蔽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我们的周围充满了交流电网、WiFi 信号、5G 基站、各种雷达和无线电波。这些强大的人造电磁波就像是在一个安静的音乐厅里放了一个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把地球母亲发出的微弱求救信号给彻底掩盖了。更有一些前沿的天体物理学家提出，地震可能根本就不仅仅是地球内部的机械挤压，它极有可能是地球作为一个巨大的电容器，在和宇宙进行放电。当太阳风暴或者宇宙射线的高能粒子猛烈撞击地球磁场时，会在地壳薄弱的断层带引发巨大的感应电流，这股电流才是导致岩层最终崩溃的导火索。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的，那人类目前的地震预测方向可能完全走错了。我们死死盯着地下的泥土，却忘记了抬头看天。我们以为自己是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地球霸主，其实我们只是切断了和这颗星球主板的连接，变成了这个充满电流的宇宙里唯一又瞎又聋的物种。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失去了生物学上的第六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普通人在家里也能用极低的成本捕捉到这些来自地底的神秘信号呢？既然高科技的地震仪我们买不起，那我们就用最基础的物理原理来布置5种极其简单的地震早期预警小机关。只要其中2、3种同时出现异常，你就立刻带着家人往下跑。第一种也是最硬核的收音机，电磁预警法。你只需要去买一个最便宜的老式的老年人收音机，注意一定要带有 AM 调幅波段的，不要用 FM 调频，因为 AM 调幅波段对电磁干扰极度敏感。你在晚上睡觉前把收音机调到 AM 波段，然后转动旋钮，找到一个完全没有广播电台节目的空白频率，这时候收音机里应该只有均匀的沙沙沙的白噪音，你把音量调到能刚好听见的大小。如果地球深处的岩石正在发生极限挤压，释放出强烈的正空穴电磁脉冲，这股强大的电磁波会直接干扰 AM 频段，你的收音机里会突然爆发出极其刺耳的噼里啪啦的尖锐电流声，就像是有人在收音机旁边疯狂地按打火机。如果你在大半夜突然听到收音机发出这种惨叫，什么都别想，赶紧跑。第二种，指南针异常偏转法。去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灵敏度高的机械指南针，不要用手机自带的电子指南针，把它平放在你家卧室一张没有金属钉子的木桌上，确保周围没有磁铁或者大型电器。平时它的指针是指向正南北的，你可以用记号笔在桌子上画一条线对齐。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个指南针的指针开始毫无规律的疯狂摆动，或者它的静止方向突然发生了10几度甚至几十度的严重偏转，怎么晃都回不到原来的南北线上，这就说明你脚下几十公里的地壳深处磁场已经发生了极度严重的扭曲，这是大地震爆发前最经典的磁暴现象，这说明地底下的能量已经快要憋不住了。第三种，泥鳅生物报警器，这是我个人觉得最直观的一种方法。既然我们人类感觉不到水里的化学变化和微电流，那我们就请一位敏感的底栖生物来帮忙，去菜市场买几条鲜活的泥鳅，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鱼缸里，水不要放得太满。泥鳅平时是非常安静的，喜欢潜伏在水底的沙子里，但是如果在地震前夕，地底涌出的正电荷把水里的氧气转化成了双氧水，同时伴随着微弱的地电流，泥鳅的皮肤对这些变化极度敏感，它会感觉到像是在下油锅一样。你会看到这些平时装死的泥鳅突然开始在鱼缸里疯狂的上下窜动，甚至不停地跃出水面，想要跳出鱼缸。如果你的鱼缸平时有过滤器，水质很好，泥鳅却突然集体发疯，这就是地球给你的最后通牒。第四种，静电毛发感应法。这个方法不需要任何设备，全靠你的身体感知。我们都知道，在干燥的冬天脱毛衣会有静电，但那是正常的摩擦起电。如果在一个并不干燥的季节，比如春季或者夏季的雷雨前夕，你突然发现家里的长毛宠物，比如猫或者狗，它们身上的毛突然不受控制地炸开了，就像是刺猬一样。或者你自己走在屋子里，手臂上的汗毛经常莫名其妙地直立起来，触碰门把手或者水龙头时，频繁地被强烈的静电电击，而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类似医院里臭氧的味道。这就说明你周围的空气已经被地底释放出来的电荷高强度电离了，大气电场已经处于极限失衡的状态。这不仅是地震的前兆，也有可能是超级雷暴的信号，无论哪种都必须立刻提高警惕。第五种，经典的倒立9频法，这是防御机械震动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地底真正断裂时，会先传来传播速度极快但破坏力较小的 P 波上下震动，然后才是破坏力极大的 S 波左右摇晃。P 波和 S 波之间通常有几秒到10几秒的时间差。找一个玻璃啤酒瓶，喝完以后倒过来，瓶口朝下，轻轻地立在地板上，最好立在一个金属的饼干盒或者铁盘子里。只要地下传来我们人类脚底板无法感知的微弱 P 波，这个头重脚轻的酒瓶子就会瞬间倒塌，砸在铁盘子上，发出清脆的巨响。在深夜里，这声巨响足以把你从熟睡中惊醒，为你争取到那最宝贵的黄金10秒钟。在这个被科技包裹的现代社会里，我们拥有了可以看穿宇宙边缘的韦伯望远镜，却依然看不透我们脚下几十公里的泥土。地震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地球在碎裂之前，早已经用无数种语言向他的孩子们发出了悲鸣，只是我们人类自己选择了关闭听觉。也许真正的生存智慧，不是发明多么精密的仪器，而是重新学会敬畏自然，找回我们与这颗星球之间丢失已久的共鸣。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分享到这儿。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话题有意思的话，就请关个注，下回更新不迷路。散会。